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个在新闻热度退去之后，却依然在奋力挣扎的真实案例。天灾发生后100天，当媒体的镜头都移开了，你知道吗？重建的真正挑战其实才正要开始。我们要看的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部落的故事。这不只是一场洪水的记录，我认为它更是一次对灾后治理、官僚失灵，还有社区自救的深度剖析。这是一个关于家到底该如何被重新定义，以及一群人如何从一无所有的废墟中为自己的未来挺身而战的真实故事。好，首先我们必须先理解灾难所留下的阴影。这道阴影真的远远不只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那些断垣残壁，它更是一道非常深刻的心理创伤，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幸存者的心里。我们直接从陈太太的心声切入。她说每次来一看这个破家，眼泪就一直掉。这个家我们感情放下去了，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这边了，这样一下子都没有了。各位请仔细感受一下一下子都没有了这句话的重量。这不只是财产上的归零哦，更是情感、记忆，甚至是对未来的整个人生规划全面的归零。这种巨大的无助感跟心痛，就是重建过程中第一个也是最沉重的一个挑战。如果你现在走进光复市区，表面上你会看到小吃店、市场陆陆续续都在营业，好像恢复了生机，对吧？但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你只要转个弯，进到像佛祖街这样的重灾区，你会立刻发现那里的时间仿佛被冻结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那些家园到现在依然被厚厚的淤泥给包围着，这才是灾后100多天最真实的样貌。这场灾难带走的不只是财产而已，光是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居民就亲口证实，至少有6位他们非常熟识的邻居不幸罹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太太，她跟先生9年前特地从北部搬过来，花了毕生的积蓄，就是想在这里打造一个退休后的田园生活，养鸡、种菜，享受人生。结果一场洪水让这一切全部化为乌有。他们甚至是在离家500公尺远的地方才找到那张被冲走的椅子。所以你看，失去的真的不只是一栋房子，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规划，还有邻里之间那种非常紧密的情感连结。家园被毁灭，这就是第一层的冲击。那紧接而来的就是整个地方经济命脉的瘫痪。你想想，当你赖以为生的工具也跟着被洪水冲走的时候，那整个社区的生存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有一位机车行的老板，他的店面跟所有全新的机车全部被洪水吞噬，损失金额预估高达300到400万。但重点来了，更残酷的是什么？是这些已经变成废铁的生财工具，很多都还在找贷款。这就是灾民面临到的双重困境，资产瞬间归零，但是负债却依然存在。为了还债，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咬着牙想办法重来。所以光复市区的商业活动到底恢复了没有？其实答案是一半一半。从数字上来看，大概有50%的店家就像那位机车行老板一样，选择重新开张。但同样的，也有另外50%的店家到现在还是大门深锁。你说他们是不想做生意吗？不是，他们是不敢。你可能会问，难道政府没有补助吗？有，当然有。政府提供了商家设备补助，最高5万，还有贷款利息的补贴。但是问题的症结点从来就不是钱呐。重点来了，真正的问题是造成这次洪水的那个根本威胁并没有被彻底解决。对这些商家来说，这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剑，只要那个风险还在，你现在任何新的投资都可能在下一次大水来的时候再次血本无归。所以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真的不敢。这种集体的观望其实是一种集体的瘫痪。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个不确定的风险，这个东西就是所有重建工作里面最核心也最棘手的一个难题。简单来说，这片土地已经不再安全了。这场洪水最可怕的后遗症就是它夹带了巨量的土石跟沙石，彻底改变了马太安溪的地貌。数据显示，在台风过后，下游的河床平均被垫高了2.7公尺，这已经很惊人了。
但中游更夸张，平均抬升了14.7公尺，这将近是5层楼的高度。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整个河道的容纳能力大幅下降，下一次洪水来袭的风险是成倍数成长的。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在2025年的11月22日，那是一个无风也无雨的日子，结果在吉利潭附近有10几户的住家和农田一夜之间就这样被河水给吞没了。这不是因为下大雨而是因为被垫高的河床改变了水流的方向，原本好好的马路变成了新的河道。这就证明了危险是持续存在的，跟天气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河道这个天灾留下来的后遗症，社区的排水系统还存在一个致命的人祸等级的缺陷。居民实际去测量之后发现，上游宽达220公分的排水区，到了下游竟然会突然缩减到只剩下80公分。你想想看，这不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瓶颈吗？一旦大雨夹带着土石下来，这里必然会堵塞，到时候洪水就会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再一次淹没整个社区。这是一个可以预见却到现在还没有被解决的危机。好，我们继续聊下去。面对这么多复杂又急迫的问题，居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率、能够整合、能够解决问题的政府。然而，他们实际遇到的却是官僚体系的重重阻碍。面对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政府提出了官方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新建所谓的中继屋。从字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安置计划，对吧？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些计划的细节里面。但是我们来看看居民实际的感受是什么。首先，这个中继屋只能住2年，那2年之后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再来，里面的规划是10户人家要共用一个厨房，连洗衣机、晒衣场也都是共用的，完全没有个人的隐私。居民们觉得是比较像是紧急撤离的时候那种临时收容所，而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好好生活1-2年的一个像样的家。除了硬体设施的问题，更让居民感到无力的是那种无效的沟通。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各个部门各行其事，大家各管各的。内政部只跟你谈中基屋，农业部只管清土沙，水利署只管河川整治。每一个单位都只在解决自己眼前的 KPI， 但居民的问题是全面性的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的家未来到底安不安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给出一个整合性的答案。这种官僚之间的高墙，在一次说明会上被一个官员的回答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当居民问到清运土沙的进度能不能在中继屋2年的期限内完成时，那位官员很坦白地说，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因为土堆那部分是另外一个部会处理的，所以我也不清楚他目前的进度。这句话听起来很诚实，但对灾民来说却是最大的讽刺。他等于是直接宣告，政府内部没有横向沟通，我们没有统一的重建蓝图，你们只能自求多福了。在求助无门又得不到具体答案的情况下，马泰安的居民们并没有选择放弃，他们决定要组织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向政府讨一个说法。他们的行动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是12月初，居民代表带着1200户的联署书到行政院去陈情。接着在12月11号，他们动员了13辆游览车，大约500位灾民北上到花莲县政府去抗议。到了12月23号，在中央召开的协调汇报上，居民们更直接跟官员面对面提出他们的质疑。他们的诉求其实非常具体，而且非常务实。我们简单整理一下，主要有5点。第一，县政府必须明确编列重建预算。第二，成立重建委员会，而且里面必须要有灾民代表。第三，针对那个要命的排水问题，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第四，每个月都要定期举办公开的说明会，让资讯透明化。第五，地方的重建中心不能只是个空壳，必须要主动协助居民。这所有的诉求其实都指向一个核心观念，我认为这也是所有灾后重建工作的黄金准则，那就是重建的主体永远不应该是那些冷冰冰的工程和预算数字，而应该是人，
也就是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灾民。如果一个重建计划脱离了人的需求，那它盖出来的就只是建筑物，而不是家。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思考点：当一个家园被摧毁之后，重建的真正地基究竟是钢筋水泥和预算数字，还是那个由人的情感、信任和共同记忆所组成的社群本身？马太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他们的奋斗正在为这个问题写下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的答案。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马太安的案例解释了灾后重建的成败关键不在于投入多少资源，而在于治理模式。当由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失灵时，由下而上的社群力量就成为重建家园唯一的希望。这不仅是马太安的课题，也是台湾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时都必须思考的答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